大家好，这是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有爸爸，有妈妈，还有我的大的弟弟安川和小的弟弟安生，而我是家里的长女，我是淑贤。我的爸爸其实是在5月29号当晚呢，心脏痛，然后我弟弟就赶紧把他送去医院的急诊室。之后呢，医院就确定了他是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在爸爸出院后的第3、第4、第5个晚上，他都是持续的不断的有轻微的发烧情况发生，就马上把他送去另外一家医院的急诊室去急救。然后之后呢，在第2天呢，医院就通知我们，他们做了这个新冠肺炎的检测过后，发现我爸爸呈阳性，就是他也得了那个新冠肺炎。然后情况非常棘手，因为他不久之前呢才心脏病发作，就会两者之间会互相影响，导致他的病情呢变得更加的严重，会甚至会威胁到他的那个生命。我们是非常的大的打击啦，也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父亲的身上。然后接下来第2天，我们一家人呢就去做了这个新冠的这个检测，然后我最小的弟弟安生呢也确诊了，之后他也被安排到隔离中心去隔离。2天后呢，我们又再接到医生打来的电话，是一个更糟糕的消息，我爸爸的那个肺炎呢已经是去到第4级了，然后过后所有的那些身体状况呢都很急速的下降，甚至是需要用到氧气罩去辅助他的呼吸。听到的当下呢，我们是非常的慌张和无助，然后但也只能不断持续的以题目去挑战，甚至是连我们在做家务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去唱这个题目的。在3天过后呢，我们又再接到另外一通电话，医生说爸爸已经从第4级呢恶化到第5级了，他们需要紧急为他插管，然后让他使用那个呼吸机来维持他生命的那些指数。因为新冠肺炎还有他心脏病的关系，导致他除了肺部严重的受到感染以外呢，他身体的其他器官也开始出现衰竭的情况，他也会有胃出血的情况发生。然后之后呢，他的肾脏也是不能够顺利的去排尿所以其实是影响了他整个身体的状况，变得非常的严重。那么在当下呢，受到很多会友的那个鼓励和指导，还有他们的题目，我们也在拼命的唱题。可是每一天接到的那个消息通常都是坏消息多过好消息，所以我们的心情很常就是处于在低谷的那个状态就是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彷徨。我自己本身我是觉得非常的有灰心的感觉就是甚至会觉得很累快要撑不下去了。然后有时候唱题也是没有办法好好的专注，因为实在是太累了那时候就不断的去问为什么我唱了那么多的题，那么多个小时还是没有看到那个好转然后过后呢，去开始找了很多石田先生的指导语文来去阅读在我所阅读到的一段语文里面有说到，南无妙法莲华经如是之后任何的病障不足为祸，即使生病也不可以让它成为幸福的阻碍而佛法甚至是认为生病的人会成佛强盛的祈求一定要健康起来事情就会按照这一念进展接着呢，池田先生的指导也有说有病就是不幸吗？绝对不是的，向疾病屈服丧失希望的人才是不幸忘掉了广布的使命才是不幸。就是这些鼓励，这些指导呢，鼓励了身为病人家属的我们的心，深深的敲醒了我就开始去回想我们一直以来祈求的那个意念我们的那个心态其实是不是就往不对的方向去了。所以我就真的是好好的去反省，太过执着于爸爸的病情很多时候我们也缺少了去出席学会的活动广布也没有太多的参与到然后我们自己的生活作息也变得非常的混乱。其实这已经不是那种信心真正的姿态所以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指导去敲醒了我就去跟我的家人去分享了我的这些种种感受。然后我的家人呢也去
真的是打开他们的心啊，很真诚的这样去对话，然后互相鼓励，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下了这个决议啊，我们一定要去转换我们去祈求的这个意念啊。然后等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是焕然一新了。我们已经是以一个新的一年，我们是以非常确信，只要有题目，只要我们继续在广部努力的话，爸爸一定会好起来的。那种正面的那个心态啊，一改变过后啊，真的很快的就接到了医生的电话。这次来的电话不再是坏消息啊，而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医生就跟我们说爸爸呢再观察多3天啊，就可以开始拔管，不用靠呼吸机去维持他的生命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当然很开心，也真的是去感受得到啊，因为这个意念一转换我们整个情况也是跟着去转换了过来呀。之后呢，我们虽然觉得这是个很好消息，可是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啊。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的以很多的题目去支援爸爸，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开始恢复回我们以往的那些广部的活动啊，然后我们也开始去调整我们的生活作息啊，一切都是从一个新的方向开始啊，一个充满希望的去开始我们的每一天。过了3天过后，爸爸已经顺利的拔管了。可是呢，就是好景不长了，就是在他拔管再过了2天过后呢，医生又打来跟我们说，他需要再一次的紧急插管，去用呼吸机，因为他的心跳和心率呢突然变得很乱，然后导致他身体其他指数也跟着下降。以往的我们呢是会真的是晴天霹雳啊，可是这一轮呢，因为我们的意念转换了，所以我们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没关系，又来了，我们又要去再挑战了，又再去拼命的祈求了，就是觉得爸爸一定会好起来的。医生在不久过后就说爸爸插管了过后呢，他的那个心跳虽然是恢复平稳了可是呢他也会有一个状况，就是突然他的心跳如果再一次的变得很乱的话呢，他也许会心跳突然间停止。如果心跳停止的话呢，我们要去做一个怎么样的决定，这个是医生又再一次的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啊。他是叫我们抉择，如果我爸爸的心跳停止，我们是要选择用电击的方式把他救回来，还是我们就要让他这样子很安详的去离去啊。所以就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和我的弟弟当时候就是2个开始商量，因为我们也不想让妈妈知道，怕她担心，只好我们2个去做决定。可是我们也很迷茫啦，只能够不断的去求指导，然后继续回到去唱题哦。是因为很多题目之下，我们才开始慢慢的去接受这个事实，就是说到我们认为就是如果他的阳寿已经尽了，那么我们就想要让他很安详的去离世。可是如果他的阳寿还没有尽就一定也要再次跨越这一次这个生死关头了。可是我们还是不放弃要去为爸爸祈求，因为我们觉得他在广部的使命是还没有完成的，他还有很多使命要去做，爸爸一定能够去变毒为药一定可以再一次的去胜利过来，再一次去跨越过来，就是抱着这样很确信的意念不断的去祈求了。我们绝对不会有这个机会去说要对他的生命做出一个决定，要救还是不要救，我们一定不需要做这个选择。过了几天，爸爸的情况呢证实是稳定了，然后过后也顺利的再一次的拔管，然后靠自己的那个力量去呼吸。之后呢爸爸也渐渐的出院，之后现在在家里面休养康复，所以就结束了这个在医院里面去奋战的那1个月现在他已经回到家开始做复健了。在我父亲的这件事情当中，我们一家人真的是可以很深深的领悟还有感受到这个生老病死真的是会发生，而且尤其是这个死亡的来临它可以是非常突然的。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珍惜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活在当下。所以就算面对到很多困难也好，但是我们都一定要秉持着我们因为可以活着这种心情一起去这样子积极通过佛法，通过我们的人间革命去面对，所以达到这个很胜利的人生。我们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也不会后悔。我从小就已经入信学会了，然后对于生死也是其实算看得蛮开的，只是毕竟是自己的爸爸，
会担心说他去世了过后，我就没有时间再去为他做更多东西。所以，我们其实在生的时候还可以做很多的一个事情啊，说尽量的去不让自己留下很后悔的那种遗憾给回自己啊，因为生老病死人始终都是会有死的那一天，与其去很避忌的去谈论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不如我们更加怎么样去用一个很勇敢的心情怎么样去面对它，然后怎么样再以我们每一天的去不断的让自己不后悔的那一个精神去做好每一件事情，这个是我觉得我感受到最大的。自己也一直跟自己讲我是有一本尊的，我是有题目的，加上孩子们都信心很强啊，他们都和我一起互相的鼓励啊，加油啊这样子，然后看很多先生的指导啊，就是因为有池田先生的指导，然后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强啊，我的心就比较安哦。然后我也跟自己讲啦，我是一家的太阳啊，我一定我先生发生什么事我都好像池田先生教导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是幸福的人生啊。然后我就想无论他什么后遗症的话，我祈求一本尊他就是会轻轻的带过然后他回来真的是他没有给我很大的麻烦啊，他的那些后遗症真的轻轻的带过我也接受过来，而且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委屈我服侍他照顾他还很愉快了，然后有信心真的很好有题目，然后就是每次我打开佛会我就看到希望我就很勇敢，就是感受到题目的力量很强是非常感谢大家在那段时间送上的那种题目和鼓励对我们来说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也是支持我们能够撑下去的一股力量所以在这期间让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一家人怎样一起去跨越一个问题，这不只是我父亲的一个病业而是一家人一起去跨越的一个很大的挑战让我感受得到那个一家人在一起的那个凝聚力的那个重要性我相信以现在这一股气势，我们一定能夠在接下來的每一個挑戰裡面呢，就再一次的這樣子去跨越過來咯。當我喺呢個醫院嘅時候，我家人咧就每一日真係有去 video call 我，去鼓勵我，所以我太太咧就講老公你一定會翻嚟㗎，我等你跟住之後真係幫我分享啲指導跟住我女咧就講：爸爸你好有勇氣㗎，跟住我嗰兩個仔咧就 send 嗰啲我哋以前你聊嘅相俾我一家人聊嘅相俾我，佢哋都係幫我講：爸爸你一定會勝利㗎，翻嚟我哋如果冇個 MCO 咧，我哋一齊再去聊過啦，深深俾我一個感受，激發起我嘅嗰個精神，幫埋嗰個生命力去面對呢個Covid 嘅病症就克服過嚟幫埋勝利過嚟所以我決意咧就係今後咧有一個好健康嘅身體咧去做廣仙流步因為爸爸的事情讓我們感受得到身為那個病人的家屬那種無助還有難受所以我們就立下了這個決議，一家一定要跟大家去分享我們這一段經歷去鼓勵同樣面對着這種苦難的家庭希望他們也能夠從而振作起來去好好的挑戰。